风光旖旎的万泉河畔，坐落着一个叫石角边沟的小村庄。一排排青砖瓦房，整齐排列，古朴典雅，宁静里充满安逸。村子中央有一座古老的庭院，庭院的门廊上高高悬挂着“资政地”3个红底金字牌匾。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00余年前，在这座庭院中，竟然走出来一位与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齐名的海南籍商人，他就是著名侨领王绍京。1860年的一天，王绍京在海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出生，父母是当地本分的农民，靠耕田为生，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生活十分艰难。由于王绍京是家里的长子，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虽然家里缺钱少米，但父母还是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将他送到私塾读书。从小就聪颖好学的王绍京，对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十分珍惜。但是在私塾读书仅有1年，王绍京最终还是因家里交不起学费，而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学堂。辍学回家的王绍京回到家里，帮父母干些农活维持家用。虽然王绍京只读了1年私塾，然而与村里其他孩子不同的是，他思维敏捷，办事灵活。那个王绍京呢，他的聪明，而且他的商业头脑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那个时候，他的家除了种田之外，还有我听老辈人讲，还是种苦瓜。种苦瓜呢，王绍京种苦瓜有他的一套的方法。那个时候听老人讲，种苦瓜是用那个牛尿啊，那个水牛的尿来浇是最好。为了让自家的苦瓜长得好，以便最终能卖个好价钱，每天王绍京都早早起床，拿着木桶跑遍整个村子，把所有的牛尿都收集起来，然后用这个尿去浇苦瓜。所以这个一个是钱快，一个是脑瓜子比较聪明。所以就小的时候这些故事都体现王绍京这个人的脑瓜子比较灵活。在王绍京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里，至今还流传着关于算命先生给王绍京算命的故事。王绍京这个人，他个子比较矮，1.6米左右，而且胖胖墩墩那样的。但是他有个特点，他的手呢就很长，那个手站起来比膝盖还长。所以他算命的时候，他就蹲在那个椅子上，那个算命先生看这个人不简单，这个以后可能不管做什么一定会很出色。一个是眼睛亮，2撇胡子，最主要是那个手长以后，人家有做生意上有一句话叫长袖善舞嘛，长袖善舞就是说以后会做生意，财源滚滚。虽然算命先生窥破王绍京的好命，然而一直到青年时期，王绍京的生活过得都并不如意。像很多年轻的海南人一样，24岁的他结婚生子，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因家中人口增加而日益窘迫。看着每况愈下的家庭困境，王绍京不甘落魄，他决定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去南洋闯一闯，或许这样还有希望。王绍京下南洋的情况跟当时许许多多下南洋的海南人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生活所迫，为了谋生下南洋。在海南，下南洋被称为去番。在海南，去番始于唐代，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鸦片战争爆发后，海禁在国内得到解除，在东南亚缺失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大量为生活所迫的海南人纷纷南下，漂洋过海到南洋各地出卖苦力，以求生计。对于下南洋的艰辛，王绍京十分明了。然而，在1884年初夏，王绍京还是辞别了妻儿老小，抱着出去闯一番的决心，顶着火辣辣的太阳，从家乡跋涉几天几夜，赶到琼山县的潭口，
然后过南渡江，从海口港寄上一艘开往南洋的小帆船，从此踏上下南洋的时代大潮。他走的时候呢，他因为没有钱嘛，走的时候他是身上怀揣4块光洋，还有2瓶辣椒酱。这个辣椒酱是我们海南人用一个玻璃瓶子，然后放点辣椒，然后把那个橘子隔成两边，然后放点盐再腌制的，然后他就带2样东西上路。那么，因为当时下南洋的这个，如果从海路走的话，顺风的话，顺利的话，大概15天左右。那么不顺风的话呢，它可能要折腾上有1个月左右。那么如果风向更糟糕的话，可能会打回来，都有可能。所以呢，下南洋的海南人，他因为他上了船以后，他就有点把命运交给上天一样。然后就一直开到印尼，靠近新加坡的印尼的一个小岛上，还要上那个小岛。小岛要简单的身体检查，如果你有病的话，有传染病的话，把你扔到大海里面喂鱼，然后再有新加坡的人老乡来接应，才上新加坡。身揣4块光洋，只身一人闯荡南洋。面对茫茫大海，王少京深感前途生死未卜，但他一心想到南洋干出一番事业，甚至不惜把命运交给喜怒无常的海洋。在海上漂泊了10多天，历尽了多少艰难险阻，王少京终于抵达了新加坡港口。在南洋，海南人由于移民的时间短，人数少，总体来说处于社会的边缘。只身到达新加坡的王少京举目无亲，他只能暂住在海南人聚集的海南街。当时新加坡有海南街，还没有不是像样的海南街了，有一条街了。海南人新到那边的海南人，有一些生意上有点好的话，他就搞了一个海南楼，就大家就是住在里面食啊住啊很艰苦的了。王少京当时就是那样，一去的时候举目无亲嘛。因此，海南人在刚刚到南洋社会的时候，他们只能够从事边缘化的一些职业比如说小商小贩比如说帮人家打工做保姆这些就是边缘化的，赚钱很少，而且又有很多体力付出的工作，对整个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那王少京当时呢，他没有多少文化，他也看不准要做什么，然后就是用肩膀来挑，到马来西亚那个山上去采那个肉药，然后就用肩膀一捆一捆的挑回来卖给新加坡那些卖槟榔的那些人，这个很辛苦的活了。王少京凭着自己的一副好身体和吃苦耐劳精神，1根扁担2个箩筐，走遍新加坡的山头村寨，开始了他的第1份工作——卖楼叶。为了多赚钱，他又兼卖菠萝。在日复一日的奔走中，他终于稍稍有所积蓄。然后他有一点点钱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做这个布伞的生意。布伞就是说去给人家批发过来，然后卖出去。再过一段时间，他就搞石油，搞一个小店来卖石油。那时候点煤油灯那个煤油，那个用户要买煤油就做这个。俗话说滴水穿石，王少京的持之以恒给他带来了一些积蓄与资本。有了这些资本的原始积累，王少京打算与另外3位南洋的海南人独辟蹊径，联手经营煤油代理生意。当时煤油在市场上十分走俏，加上他们经营有方，很快为他们带来可观的利润。在当时，人们合股做生意只是凭口头承诺，并没有签订什么书面协定。大家做生意，彼此间恪守的是良心和信用。王少京这个人很讲信用他起初做生意的时候，真的有股东，他是大股东，所以文昌有几个小股东。做的过程呢，他是这样，就是说赚了钱大家分，亏了王少京他自己负担。
那么后来这些合伙人呢，就相继的时间长了，相继去世了。因为当时的经商呢，也没有说签什么合同，说有正规的文本，很多都是口头的约定。那么如果王少京他不讲诚信的话，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据为己有。但是王少京不是这样子，这些合伙人去世了，那么他都千方百计的去找到他们的家人或他的后人，然后把合伙人应得的钱都给他们。所以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来，王兆金这个人他的品质，他的做人为人，特别是诚信啊，这个关心别人啊，他这个品德是很好的，而且是他做生意比较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后来为什么生意越做越大，就是他这个信守诚信。恪守诚信的王少京获得了很多合作伙伴的信任，凭借着他多年在商场上积淀的实力，以及拥有敏锐的商业洞察力，王少京在商场如鱼得水，他终于可以在新加坡一展身手了。这里是位于新加坡最为繁华热闹的街道，到这里参观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条街道竟然是以一位华侨的名字命名的，他就是少京街。19世纪20年代，有一定积累后的王少京开始经营房地产业，在新加坡、马来亚购置橡胶园和房屋，以致在新加坡拥有20多间店铺。他将所辟的街道取名少京街。后来，他经营的范围扩大到橡胶园、贸易商行、批局、房产、保险、银行等。20世纪30年代，涉及各个领域的王少京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并跻身新加坡12位名商之列。南洋华侨中更是盛传这样一句话：福建有个陈家庚，海南有个王少京。从身揣4块光洋，在茫茫大海里漂泊了数十日，到身价百万，跻身新加坡名商之列，王少京在闯南洋的过程中，经历了世间的所有艰辛，尝尽了人间的冷暖。此时的他已经成为南洋赫赫有名的富商，可他却依然朴素节俭。他的身份是很高的，但是王少京呢，以前做着他平常他不是摆那个架子，而且他在着装啊、坐车啊各方面他都跟平常人一样。王少京除了以身作则之外，他还要求自己的子孙后代勤俭节约。他常这样教导自己的子孙：钱赚多少都能花得完，唯独知识学问，一旦学到手，便永远属于自己，成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完的活本钱。还有一个孙子，上学的时候叫王少京给他钱，说公公给我多少钱这些。这个王少京一边给钱一边说，他说，这个阿公给你很多钱，你兜子裤兜衣袋都装满，但是你肯定要花完。但是你学到一门知识，就是海南话讲，你有一把刀子的话，你花的钱呢，你的钱永远花不完。由于出身贫寒，王少京幼时只上了1年私塾，没有文化成了他早年的遗憾。所以发家致富后的王少京尤其重视子女的教育。其实跟很多海南人一样，就是海南人他对于教育投入了非常多的情感，因为海南人觉得教育是改变子女命运的这个最有效的途径。因为就刚才说了，海南人下南洋的时候，第一代非常辛苦，但是呢，这些海南人他有个共识，就是说我在钱财方面输给你，但是我要在其他方面超过你。所以呢，海南人他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勒紧裤腰带也要教育子女，让子女受到很好教育以后，让子女超过别人。这个王少京啊，他对后代的教育啊是很用心的，这个跟他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出生在海南，他几乎没有读过书，读过几年的书族，就是现在的小学了。
这个当时到新加坡以后呢，我们海南人在新加坡的地位是很低的。为什么？没有文化，没有文化造成地位很低。你就在工厂里面打工也好，去跟人家打工也好，你的文化越低，你的收入就越低。所以王少坚深深的懂到这个道理，而且他深深体会到没有文化的苦，所以他就下决心，后代一定要努力读书，一定要给后代创造一个读书的良好的环境。在王少京的精神鼓励下，王少京的子孙后代走出了大学生63人，遍布新加坡及世界多国，其中多任职工程师、律师、科学家、商界领袖等。王少京的幼子王先德，更是成为新加坡著名律师和侨团领导人，并在1964年荣膺新加坡最高元首颁赐的公共服务勋章。这是位于新加坡后港的育英中学，创建于1911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育英中学的学生大多是居住在新加坡的海南籍华侨的子女。在育英中学礼堂的一块牌匾上，赫然写着学校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校长的名字王少京。致富后，王少京十分热心公益事业，早年无钱读书的痛苦他念念不忘。他决定捐钱办学校，让穷人家的孩子也有求学的机会。因此，在1911年，王少京在新加坡参与创办穷人早期学校育英学校。因为我们海南人到新加坡一去的时候，地位很低，人就叫海南猪的。你没有文化，不懂英文，你就做那些苦力。后来这个他父亲看到他这一代像这样了，他说我的儿子一定要改变这种。一定不会像我这一代了。那么王少京经商致富以后，他也有这个想法。那么他当然他的想法就是说，我有钱了以后，我要帮助大家，帮助海南人，让海南人的后代接受更好的教育。所以呢，他就这个积极的参与了组建了在新加坡的海南人的育英中学。这是位于琼海市东方路的中国邮政邮局，它的前身是清朝末期的批局，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如今，每天前来办理业务的人络绎不绝。这里还有一个延续至今的古老的业务——批汇，专门为在国外打工的华侨办理汇兑服务。早在清末，由于交通不便，邮政业务落后，当时在南洋做工的华侨经常要汇钱回乡疝家，就不太方便。为此，王少京就在家乡如今的琼海市创办批局，专门为下南洋的同乡疝家办理汇兑服务，深受琼侨和侨眷的信赖和欢迎。后来，民国政府在此基础上，将王少京所办的批局发展为邮局，解放后改为琼海县邮局。批局是这样的，就是说，东南沿海的这些中国民众下南洋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攒钱赚钱，就是寄回家。那所以呢，这些人下南洋以后寄钱回家的这个途径，它有几种不同的方式的变化。那么最早的时候是由水客来带，就是由人来带这些钱人在南洋，他就通过人有专门的水客把这些钱带回家乡去。那么后来就发展到批局，就是通过公众发展的这种方式来把这个钱汇回来。一度非常繁华的骑楼老街，布满优雅细致的雕塑和洋派的装饰，还有些巴洛克的味道。骑楼楼层都不太高，2、3层的居多，有些还保留着早前的商号、凭栏、门窗等处的精美雕花，鳞次栉比的店铺，诞生了数以百计的老字号。如今，年纪稍长一点的海口市民对老字号还能如数家珍，而人们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2家：大亚和裕大。20世纪30年代，王少京的大儿子王先树接受父亲王少京回馈家乡的委托，带着10万光洋，只身回到海南。他首先在海口创办了富商云集的大亚酒店，和令名媛淑女们趋之若鹜的裕大公司。
如今的大亚酒店和裕达公司早已没有了当初的繁荣与昌盛。然而，在30年代初，大亚酒店和裕大百货公司可谓引领着当年的时尚潮流，是海南达官贵人集聚和娇小姐阔太太购物的首选之处。时光流逝，日月更替，当年的大亚酒店和裕达公司依然静静依偎着不老的海淀西，无声诉说着海口的百年风云。除了在家乡兴办实业之外，王少京还热心家乡的医疗教育事业。在琼海市富海路的华侨图书馆，就是王先德受父亲王少京委托而创办的。而在自己的家乡石角边沟村，王少京更是为家乡出钱修建一条水泥桥。村里的父老乡亲为了感谢王少京，给这个桥取名王少京水泥桥。这个桥呢，是以前都是用那个木火来盖的，盖以后呢，那个下大雨以后，这个洪水就把它冲走了，所以两边呢又走路走不了。后来王少京知道这个事以后呢，他就出钱把这个水泥桥弄好后，造福两边的百姓，所以怎么走，这不管下多大的雨，他那个呢都冲不走哈，所以一直保持到现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整个中华民族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王少京虽然身在南洋，但是他的心却牵系着祖国和家乡。77岁的王少京在南洋带头购置大量抗日公债，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呢，王少京是任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他在商界的威望是比较高的。所以王少京也十分关注我们国内的这个抗日战争，在这个王少京的带动下，很多董事还有很多爱国华侨在他的带领下，还有当时的这个武汉歌剧团到新加坡演出宣传这个抗日战争的这一些歌剧，然后呢，王少京也是跟他们家族购买了很多戏票，分发给他们的亲戚来去积极的观看这个抗日，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国内的抗日战争。1939年寒冬，坐落于新加坡东区如切路的王少京故居一片愁云。少京公在这里病逝，终年79岁。弥留之际，王少京郑重地嘱托待在身边的儿孙们，死后一定要将自己的遗体运回琼海老家埋葬，以了却他的落叶归根之愿。下南洋的这些海南人呢，他就都有很深的家乡情结，就是说他不管在海外他怎么发展，但是他始终认为根在故乡。所以王少京也不例外，他虽然赚了很多钱，在新加坡赚了很多钱，但是他觉得他最后他还得要叶落归根，所以他的愿望是他100年之后能够回归故土，这是他的愿望。由于王少京去世时正值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海南已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统治，致使其遗体无法运回海南故乡。为了改变困窘的生活，王少京24岁出洋，在南洋奋斗了整整55年，驰骋商海半个世纪，最终跻身新加坡12名商之列。然而，令王少京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能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落叶归根竟成了王少京一生的遗憾。最终，他只能被埋葬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历经了100年的风雨沧桑，如今的王家大院已颇显隆中之态，但他那固若金汤的墙体上，依然崭新如初的青砖，似乎在提醒着人们，要永远铭记这个家族的那份辉煌与荣耀。而一代侨领王少京为家乡和祖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也必将为世人所铭记。